有人想到香港，会想到维多利亚港的灯光、太平山顶的城市天际线、穿行街道的叮叮车，以及夜晚依然热闹的商业街。也有人想到茶餐厅里的奶茶和菠萝包，想到天星小轮划过海面时吹来的海风，想到街边店铺、拥挤地铁和匆忙走过的人群。香港并不是一个只有单一面貌的地方，它既现代又有传统，既繁华又很生活化，既连接着世界，也保留着鲜明的本地气质。要理解香港，首先要理解它所处的空间。香港的面积并不算大，山地、海岸和岛屿却非常丰富，真正适合大规模建设的平地十分有限。因此，这座城市很早就学会了向上发展，住宅向上延伸，商场向上延伸，写字楼、学校、停车场、天桥和地铁站也一层一层地组合在城市之中。你可能从街边走进一座商场，乘坐几段扶梯，穿过一条空中走廊，再从另一个出口出来时，已经抵达了相邻的街区。在香港，城市不是简单的铺在地面上，而是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展开。高楼之间连接着道路，楼宇内部容纳着商店、餐厅、办公室和住宅。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城市空间并不只是建筑，更是一种每天都要使用和适应的生活方式。香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始终没有离开自然。高楼密集的市区背后，往往就是山坡和绿地；繁忙的街道附近，可能就是海边、码头或者一条通往郊野的小路。人们早上可以在城市里工作，周末却能乘坐公共交通去看海、远足、露营，或者坐船前往离岛。这里的自然不是遥远的背景，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太平山、南丫岛、西贡和众多海岸线共同构成了香港安静而开阔的另一面。当城市的节奏让人感到紧张时，走到山顶，看见海面、岛屿和远处的楼群，往往就能重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尺度。香港看起来像一片由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森林，但真正塑造它的始终是山与海，尤其是海港。它不仅带来了独特的景色，也让香港拥有了连接不同地方的能力。船只、商品、资金、信息和人员在这里不断交汇。香港的发展很多时候并不依靠某一种单独的资源，而是依靠连接。它把不同地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航运和专业服务联系起来，也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念、技术和文化带到这座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香港最重要的价值不只是拥有多少高楼，而是能够让不同的人在这里找到合作的机会。一次会议、一份合同、一笔交易，甚至一趟普通的货运，都可能把许多地方联系在一起。香港因此形成了重视效率、规则、信用和服务的城市性格。这种长期的城市发展和多元交流，也塑造了香港独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是简单的把不同元素摆放在一起，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吸收、改造和重新创造。茶餐厅就是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奶茶、菠萝包、通粉、叉烧、煎蛋和焗饭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张菜单上，它既保留着本地饮食习惯，也融入了外来的生活方式，最后形成了只属于香港的味道。街头的语言也同样丰富，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在不同场合自然的交替出现。老街旁边可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庙宇，转过街角就是现代商场，传统市场还在为街坊提供新鲜食材，新的咖啡店和设计空间也不断出现。香港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和城市建筑都曾经把这座城市的节奏和气质传到很远的地方。狭窄街道、密集楼宇、雨后的霓虹、海边的灯光和快速走过的人群，在创作者的镜头里变成了独特的城市美学。香港的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不追求绝对纯粹，而是擅长在变化中保留自己。它会接受新的事物，也会按照本地人的习惯重新调整，最后形成既熟悉又新鲜的表达方式。如果说高楼和海港代表着香港的外在形象，那么真正让这座城市有温度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清晨，街边的早餐店开始营业，店员熟练地准备奶茶、面包和热食。上班的人走进地铁站，学生背着书包穿过街道，送货的车辆在狭窄的道路上有序移动。
到了下午，市场里的摊主和顾客开始熟悉的交谈，街坊在小店门口交换消息，公园里有人散步，也有人坐在长椅上休息。香港的生活速度很快，但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很多老店经营了很长时间，附近居民知道哪家店的早餐最好，哪位师傅修理东西最可靠，哪条街在晚上最热闹。城市越是密集，邻里之间的记忆有时反而越清晰。一个店铺、一座街市、一辆电车，甚至一块旧招牌，都可能成为人们共同的生活记忆。游客看到的香港，往往是高楼、灯光和海港，而生活在这里的人，更熟悉的是每天经过的路、楼下的早餐、地铁里的广播，以及那些看似普通却一直陪伴自己的场景。正是这些细节，让香港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也成为许多人长期生活、工作和成长的地方。当然，香港也有非常直接的现实，这里的土地和空间有限，住房、租金和日常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工作和学习的节奏较快，竞争也比较明显。对很多普通人来说，香港不只是灯光璀璨的城市，也是需要认真安排时间、精打细算生活的地方。这些压力并不需要被复杂的包装，它们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也正因为空间昂贵、时间宝贵，香港人普遍重视效率和秩序，排队、换乘、工作沟通和商业服务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节奏。一个不大的店铺可以同时承担餐厅、杂货店和邻里交流空间的功能，一条狭窄的街道也可以在不同时间承担运输、购物、用餐和休闲等多种用途。香港的生活并不总是轻松，但人们往往能够在有限条件下寻找办法，把日子继续经营下去。这种务实、灵活和适应变化的能力，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种城市精神。香港的吸引力也来自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这里有成熟的金融和商业环境，有便利的交通系统，有丰富的教育、文化和专业服务，也有适合创意工作者、创业者和年轻人寻找机会的空间。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接触不同的行业、语言和生活方式，也可以通过城市本身认识更大的世界。香港并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用同一种方式生活的地方。有人在写字楼里处理国际业务，有人在市场里经营一家小店，有人从事电影、音乐、设计和媒体，也有人每天驾驶车辆、维护设备、服务顾客。不同工作、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组成了这座城市。城市的价值不只是那些被游客看见的地标，也包括无数看不见却持续运转的工作。地铁能够准时运行，商店能够正常营业，海港能够保持繁忙，社区能够维持秩序，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努力。香港的繁华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每一天无数具体而频繁的行动共同完成的。今天的香港仍然在变化，周边城市不断发展，交通联系越来越方便，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出现。香港未来的优势不一定只来自过去熟悉的形象，更来自它继续连接不同地方、不同人群和不同机会的能力。它需要保留开放、专业和高效率的特点，也需要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从容，让更多普通人能够在这里找到稳定、体面和有希望的生活。城市的发展不只是建造更多高楼，也包括改善公共空间、保护自然环境、保存社区记忆，以及为年轻人和新想法留下位置。香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能够在传统和变化之间寻找平衡，在繁忙和生活之间寻找节奏，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创造新的可能。对于游客来说，香港可能是太平山顶看到的一片灯海，是天星小轮经过维多利亚港时的海风，是旺角街头的招牌，是夜晚仍然热闹的市场，也是第一次走进茶餐厅时感受到的陌生与新鲜。对于从事商业和专业工作的人来说，香港是一座交通便利、信息集中、连接广泛的城市。对于创作者来说，它是一种很难复制的视觉和情绪。高楼与旧街并存，山坡与海港相连，明亮的商场和安静的街巷相互交错。对于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香港可能没有那么浪漫，它是每天按时出发的地铁，
是需要支付的房租，是工作中的压力，是熟悉的邻居，也是家人、朋友和多年积累下来的记忆。但正是这些平凡的生活，组成了香港最真实的样子。香港不是某一座建筑，也不只是某一片海港，它是一座在山海之间不断生长的城市，是一种把有限空间使用得更加充分的能力，也是一种在变化之中保持行动力的性格。它有现代城市的速度，也有街坊生活的温度，有国际化的视野，也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味道和记忆，有高楼、商业和机会，也有山林、海岛和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香港的真正含义或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每个人在这里看见的不同生活。有人从海港看见连接，有人从街巷看见烟火，有人从高楼看见机会，有人从山海之间看见自由。无论城市如何变化，香港依然会在繁忙与宁静、传统与未来、现实与可能之间寻找自己的方向。这就是香港，一座把山海带进城市，把世界带到身边，也把普通人的生活写进每一片灯光里的城市。